所以呢，我就和天贝一拍即合，在第一时间拿到这款全网首发的最新单品天贝 Mac 470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就来开测。首先说的就是包装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这里跳过吧。那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没人看的说明书，下面就是主机本体了，而电源适配器呢就在最下层的隔层里。电源呢还是个宽幅电源，100至240伏，输出功率是120瓦。这对于这款功耗54瓦的处理器来说，那是绰绰有余了。那同时厂家还送了这个1、2、3个固态散热马甲给我啊，那不得不说方方面面考虑的还是挺周到的。另外呢，我了解到由于是新品啊，配的这个固态硬盘呢并没有具体的品牌和型号，我收到这个是华为固态，但这并不代表最终你和我收到的是一样哈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会用4.0的固态，这点还是无需担心的。OK， 我们回到小主机本体啊，一体化的铝合金材质啊，看起来和摸起来质感都不错。造型嘛，这个我只能说加个贴纸就更对味了。那主机的三围是13厘米乘15厘米，高度是5.5厘米，挺小巧的，一手掌握没有问题。小小的很可爱念。接口方面，正面是一个耳机插孔，2个 USB 3.0俊2，一个全功能的 USB 4，背面是一个 DC 电源插孔，一个全功能的 USB 4，2个 2.5G 网口，一个 HDMI 2.1，一个 DP 2.1，还有一个 USB 3.2，一个 USB 2.0。侧面还有个 OCU Link， 这个接口可以直连 PCIe 4.0程式，一般这个可以用来连接显卡坞。那理论带宽是64Gbps。 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拆开让我看看的这个喜闻乐见的环节了。拆卸也很简单，拆开底部的10颗螺丝后就能看到内部情况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多达3个的 M.2 固态接口啊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只要你想啊，最多可以塞3个 M2 固态，只不过有一个是4.0乘4的，另外2个是4.0乘2的。但即使是这个4.0乘2啊，理论上跑满3.0的固态也没有太大问题。网卡是联发科的这个 MT7925B22M， 是一个 WiFi 7的网卡，蓝牙支持到 5.4。 主板背面就是放这个处理器核心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上面是一块几乎覆盖主板的散热器，你可以从缝隙中看到，如官网宣传的一样，是一块覆盖核心的均热板，给核心还有内存散热，而且目测不薄啊。由于这款散热器呢比较特殊，拆开它比较麻烦，我就不拆了。反正初步来看呢，整体的做空用量还是不错的。核心参数方面呢，主机搭载是 AMD 锐龙 AI9 HX Pro 470，是移动端400系列的最高端型号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啊，阿普这些又 Pro 又 AI 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问得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觉得名字起得越长就越让人不明觉厉吧。反正看最后的数字就行了，越大就越强。这个 HX 470采用的是最新的正5加正5C 混合架构，有4个大核8个小核，总计12核24线程，最大加速频率为 5.2G， 小核则是 3.3G， LL3 一共是 342MB 的缓存，核显架构升级为 RDNA 3.5啊，对比上一代提升 19% 到 32%， 共有16组 CU 单元，最高频率是3100兆赫兹，光追单元16个。对的，你没有看错，核显里面给你塞了16个光追单元，还是2代光追。另外呢，大家前面可能看到了470上面呢还有个大哥475啊，虽然核心参数一样，但 TPU 提升巨大。那有多大呢？提升了高达5T Floss 的算力，不愧是老黄的亲戚啊，这点算力都能给你切出来3个版本。另外有点不得不提的是，天配这款是目前少数内存频率超过8500兆的迷你小主机之一啊，它也是全球首款在 HX 470芯片上搭载如此高频率内存的迷你小主机，再加上这颗不说地表最强也是至强的核显，如果用来打游戏那该有多爽啊，这倒是让我更期待起它的性能来了。价格方面，众所周知呢，秋刀鱼同学是捡垃圾起家的，对价格肯定是比较敏感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看看实际的上机效果。正式开始前呢，我已经进 BIOS 调整了性能模式，防止功耗限制影响表现。首先是理论性能测试，打开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跑分游戏鲁大爷。鲁大师这里可以看到呢，跑分直接干到了160万，CPU 得分是91万9，显卡得分是18万4，内存
分是22.6万啊。接下来是业余评测软件 3D Mark TimeSpy 的分数，显卡得分是4284，这勉强接近于移动端的3050，还算表现不错啊。CPU 得分是11000多 ，CPU-Z 多核得分是9390，单核是823，这也就是说它接近于桌面端13600K 的水平。而 VR6 CPU 渲染测试这里得分却是23644，这个分数啊，甚至超越了14700F，这对吗？R23测试成绩这里可以看到分数是23000，内存测试数据如图，各项参数证明呢，它确实是货真价实8533兆的内存，但是这个延迟好像有点小高啊。我在 i.60 查到的内存颗粒来自美光，具体颗粒参数表如图。整体性能测试看下来呢，不愧是号称桌面工作站的小主机啊，确实有力气，性能也确实够顶啊。不过要说顶买 AI， 当然也是这台主机的强项。由于32G 的内存可以直接给显卡调用啊，我甚至可以拿它来跑 DeepSync 的14B 真牛版本地大模型啊。不过由于一些原因呢，我这里只跑了 8BQ4， 我让他给我写了一个跳房子的游戏代码。跑完之后可以看到整体速度是 17.6 token， 速度已经不算慢了，还算不错。不过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散热表现啊，我连续跑了半个小时单烤 FPU 加甜甜圈测试 ，CPU 核心温度最高才75度，风扇噪音控制在40多分贝左右，只要不是图书馆那种掉根针都能听到的环境啊，放在桌面上基本影响不大。看来天贝的这款小主机散热模组确实下了功夫啊，完全压制住了这个 HX470 的性能释放。好的，接下来直接看看游戏测试环节。首先来看看网游的表现，英雄联盟 1080P 特效全开，一进游戏开局500帧啊，这也太夸张了。不过这没什么参考意义啊，还是看看对线的表现，前期基本维持在250帧以上，打团复杂场景下最低也有150帧。三角洲 1080P 全地，贴图质量高，开启 SFR 3.0 平衡，但这里并未开真生成啊。打大战场帧数是100帧左右，百分肉帧有60左右。虽然跑分只有580的分数，但实际运行起来啊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畅玩三角洲是没什么问题的。CS2 1080P 全高特效跑创意工坊测试地图，可能是画质调太高了，有时候甚至会跌破60，也有点小卡顿啊，但平均帧还是有120多，想要流畅游玩问题也不大，降低点特效就好了。吃鸡 1080P 3超高，我本以为这么高频率的内存玩吃鸡不得起飞，但这实际游戏中的帧数连580都难打过啊，只有80帧左右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是内存延迟的问题吗？不过我看 BIOS 也是可以调内存小参的，或许这还有办法可以解决。那反正这个游戏好像就拉闸了。然后是永劫无间 1080P 全地特效，打人机基本在90到100区间波动，还是挺稳定的。日常娱乐没什么问题啊，可以流畅游玩。但正刀那就别想了。接下来是单机的情况，先上个大菜啊！赛博朋克2077 1080P 中特效开启 SFR 3.1 平衡，开启真生成。在这个游戏里，这台小主机的优势就完全发挥出来了。跑自带的测试可以跑到108的恐怖帧数啊，而在实际游戏里，即便是火拼场景也不会低于90帧，基本稳定在100帧左右。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最夸张的是这颗核显它还有光追单元，这也意味着我可以用它来开光追游玩。看这光，这水，这大楼，还有这帧数，就是有点卡手啊。毕竟关闭真生成后，原始帧只有20多啊，这还是开车场景的，真火拼起来帧数我都不敢想。说实话，虽然这个光追挺鸡肋的，不过在核显上能体验一下夜之城也可以吧。核显加光追
还有这个54瓦的功耗啊，想想就挺赛博朋克的。然后继续是3A 单机游戏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1080P 中特效，这个游戏就表现平平啦啊，最后测试出来成绩是56帧。最后一个游戏《地平线5》1080P 中特效，没想到啊，它居然跑出了92帧的平均帧，表现也太顶了。果然遇到这种优化好的游戏，它的表现一点不输入门级独显啊。总结来说，这款天贝 Mac 470迷你主机确实给了我很大惊喜啊！无论是理论测试中的各项高分，还是游戏测试中的各种流畅运行，都展示出了它的强大实力。尤其在赛博朋克2077这样对硬件要求极高的游戏中，表现也可圈可点。当然，价格方面它也有不错的竞争力啊！如果你需要一台小巧的桌面级工作站，又有轻度的游戏需求，那么这款天贝 X470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OK， 那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